既然凶手已经抓到，博兰人头也已经找到，人证物证，我要带回监察司受理。哎，慢着，这宗正大人，你倒是忘了，朝廷以武林立下的规定。此乃江湖事，理应由我们百川院来处理，还轮不到你们监察司来越俎代庖。此事我还就管定了，百川院又如何？这规矩早就该改改了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监察司的厉害。终身秘书，谁敢动我百川院的人？杨远春，你！我以监察司副使的身份，令你们立即撤出元宝山庄，余下主使皆交由百川院处理。你别忘了，我才是指挥使。诸位都是监察司精锐，也与在下共事多年，当知我监察司的职责和御下的规矩。杨副使说的没错，按例律，此事我们的确无权僭越。你们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你若还不罢手，我就只好请出御赐天龙令，触犯监察司立司原则，当杖摆。你是要我在这里行刑，还是押你回京？好，监察司总算还有点骨气。拿着，从此你就正式是我们百川院的人了，以后可不能叫监察司欺负了去。多谢石姐姐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收到来信了。来，看见没有啊？我们百川院的事儿，你就少来掺和了。今日我且斗不过你们，但你们也莫要嚣张。万圣道在江湖中崛起，又与朝廷交好，早晚会把你们百川院取而代之，你们得意不了多久了。万圣道，石姑娘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宝盒和公羊无门，交还给百川院。石院主，杨大人，犬子身患数人症，唯有这博兰人头能救治其病，请二位大人看在我多年来救治病人的份上，借博兰人头，救我儿子一命。简先生，我听说这博兰人头治数人症，需常年生饮人血，绝非良方。简先生，当真要这么做？先生请起。我记得在宫中曾听到一位老御医提起过，他钻研数人症半生，小有所得，虽还无法治愈此疾，但能控制病情，不知有性命之忧。我可为您引荐。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，请受简某一拜。不必如此。罡气果然解了，现在神清气爽啊！你罡气是解了，也不用谢我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刚才感受了一股真气的助我，这感觉也太奇妙了。哦，那定是这博兰人头的缘故吧？真是个好东西。这个博兰人头，至阴至寒之气果然厉害。要说你是件宝物吧，却因此死了这么多人，真不知道是救人还是害人，还是赶紧放起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不简单啊！金满堂居然将它和博兰人头放在一起。这像是南一文。之前在一品分当中，
好像也出现过这样的文字。这我就记不清楚了。南瀛灭国之前确实跟中原交好，还互有通婚。这金满堂又有收集奇珍异宝的癖好，说不定正好收集了从南瀛国回来的宝贝吧。算了，管他什么宝贝呢，也当不了什么饭吃。放回去，我放好了，小心点。